美国电视剧担心的事儿可能要变成事实。欧洲忙着打仗，但中国的月球探测可能要先走一步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中国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4月24日对中国媒体表示，中国将率先建设小型月球中继通信和导航系统，然后要形成一个小的卫星星座。这个小卫星星座首次发射呢，时间大概定在了2023年到2024年之间。新闻中倒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信息，但是展示了中国的月球探测路线图和任务概念，让世界各国对这些计划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呢，中国还宣布欢迎各国共同参与相关建设。建设月球通信中继和导航服务系统最直接的用途呢，国外分析是为了支持我们的嫦娥6号和嫦娥7号的飞行任务。其中嫦娥6号的任务就是对月球的着陆点进行深入勘测，包括着陆点地区的地形地貌勘测，还有通过采样对月壤成分进行分析。嫦娥6号要携带月球着陆探测器、月面巡视器、月面上升器，还有轨道返回器。而且采样之后还要突破的技术包括月面起飞技术、月面的采样封装技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技术，以及高速返回地球时候的载入返回技术等等多项关键技术。而嫦娥7号的任务是继续对月球南极进行同样的勘测，此外还要在返回过程中对一颗近地小行星进行取样，另外还要绕飞一颗彗星，工作量是相当充沛了。所以现在就需要新的中继通讯系统，加强月球跟地球之间的直接的通讯联系。而且计划中这套系统呢，可能是通信和导航两个功能一体化的，就是类似在月球周边部署了一套小规模的可以用于通信的北斗卫星。这套小北斗卫星给月球上的考察车辆还可以提供导航服务。当然了，现在我们在月球的表面活动范围还是很小，这个小星座初期理论上有3颗卫星就能发挥导航作用，但是最终我们是要扩展在月球表面活动范围的，那么一定会增加更多的卫星。到了2030年到2035年期间，我们还要在月球上建造一个永久性的考察基地，这个基地一旦建成，将能够容纳长期的人类居住。同样的计划其实欧美也有，至于说谁的工程水平比较靠谱，谁能够先实现目标，我觉得又可以回顾一下美国电视剧《太空部队》第1集最后一集了。关于航天探索，估计我们很多朋友不一定理解，毕竟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跑到月球去干什么？而且呢，最近我们还在搞地球的防御体系的研究，琢磨怎么防御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这是不是距离我们太遥远了？有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呢？确实啊，可能有些资金投入之后，不见得能够收回什么成果，不见得产生什么效益。但是历史上，人类每个新的知识领域都是在一次一次摸索尝试之后找到的，哪怕摸出来的结果是此路不通，我们也算得到一个教训，就可以知道该换一个方向了。这么多年下来，多少次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都是欧洲、美国那边发起的。刚开始搞出来的东西，大伙儿看着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用，但是新的技术发展起来之后，欧洲、美国就成为了一个一个时代的强者、引领者，然后他们就可以拿着技术对全世界宣布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不文明。而我们这么多年是在后面或远或近的跟着，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太快了，古代落后几十年、上百年也许不是什么大事儿，而现在落后10年就可能面临着某些领域的代差。我们未来不仅不能落后对手产生代差，而且要学会自己找出新的发展领域，抢占新的维度，然后让全世界重新承认中华民族才是新的人类文明的缔造者和延续者。好，关于中国的航天探索能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